我妈说，老公要从小培养，于是我开始培养小竹马，给他投喂，陪他打球，教他手难得。后来有女生跟他告白，小竹马，对不起，我6岁就名草有主了。正文开始，5岁时我爸出轨了，我妈是个爽快人，不能接受婚内出轨的我爸，他们很快分居离婚了。我妈拿了一大笔分手费，从此一心一意把我培养成她最爱的小公主。宝贝，妈妈告诉你，以后找男朋友一定要找好看听话手难得的。妈妈，怎么样才能找到好看听话手难得的？我才5岁，歪着脑袋天真的看着我妈。从小培养，我决定坚定不移地执行我妈的计划。于是我瞄上了我妈闺蜜的儿子，长得精致白嫩的周一峰，他长得宛如白瓷娃娃，漂亮又可爱，和附近其他小朋友完全不是一个画风。选他做男朋友肯定不亏。周一峰同学，我请你吃糖。我将口袋里偷偷装的大白兔奶糖塞了一半给周一峰。周一峰一双大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我，奶声奶气。小孩子不能吃很多糖，会长蛀牙。我笑眯眯牵住他的手，软软的，暖暖的。没事的，我每天都刷牙。周一峰不好意思地吃了一颗糖，吃了我的糖，以后就是我男朋友了。我高兴地宣布了我的决定。可周一峰吓得差点把糖吐了出来。我眼疾手快地捂住他软糯的小嘴唇，不能浪费糖，是不是很甜？周一峰整张脸都红扑扑的，软糯道：甜。看吧，找男朋友就是这么简单。我把好消息告诉了我妈，我妈笑得合不拢嘴。我闺女真棒，才5岁就有男朋友了。第2天，我妈带着我到周家串门，2位妈妈聊得不亦乐乎。我牵着周一峰的手，一蹦一跳地跟他回房间玩耍。周一峰，我给你带了棒棒糖，可好吃了。我把口袋里的棒棒糖撕开，送到周一峰嘴边。周一峰舔了一口，从抽屉里拿出巧克力。我也给你准备了德芙。我俩相视一笑，吃得格外甜蜜。吃糖的后果就是我俩都吃出了蛀牙。若若，我们不能再吃糖了。周一峰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，我的蛀牙每天都痛。我捧着他又白又肉的脸，轻轻揉了揉。我给你揉揉，以后咱们吃无糖的。周一峰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，真是可爱又好看。幼儿园里，周一峰被班上的小胖子陈涛揍了。小胖子看周一峰的文具好看，就跟他要，周一峰没给，小胖子就把周一峰推到地上揍了一顿。周一峰个子小，长得跟白瓷娃娃似的，哪里是小胖子的对手？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找我哭诉：若若，小胖子欺负我，这我能忍，别看我个子也小，打起架来可凶了。我冲上去就把小胖子的脸抓成了大花脸，敢欺负我男朋友，简直找死！明知打不过，我也要打。于是我们3都被请了家长。陈涛小朋友抢周一峰的文具，周一峰没给，陈涛打了周一峰。林若若小朋友又把陈涛给打了。张老师一脸无语的看着几位爸爸妈妈，我一脸傲娇的牵着周一峰，瞪着小胖子。早就告诉你了，周一峰是我男朋友，你敢欺负他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在场的老师和叔叔阿姨好笑又好气的望着我俩。周一峰个子比我还小一点，怯生生的躲在我身后。小胖子气呼呼的瞪我，扑到他妈妈怀中，哇哇大哭起来。妈妈，我也要找女朋友帮我打架。小胖子没找到女朋友，他准备让我当他女朋友。周一峰一脸震惊的看着小胖子，若若是我女朋友，我先来的。陈涛毫不在乎道：没事，你当大房，我当小妾。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部电视剧里面看的剧情。我想了想，也不是不行哦。于是乎，我幼儿园还没毕业，已经有2个男朋友了。我妈和周妈妈、陈妈妈都笑得合不拢嘴，根本不把这当回事。自从陈涛小朋友对外宣称他也是我的男朋友，周一峰就急了。本来我只有他一个男朋友，有好东西都会分他一份。现在我有2个男朋友了，他岂不是会失宠？于是每天放学回家，他都凄凄哀哀地看着我，对我表示不满。我知道他心中不满，只好主动哄着他：你才是我男朋友，我不喜欢陈涛的，我只喜欢你。我学着电视里的剧情，在周一峰的脸颊上亲了一口。周一峰涨红了脸，满脸娇羞地看着我：那你明天就去跟他分手，你只能有我一个男朋友。为了哄好我的正宫，我只好勉为其难跟陈涛划清界限。本以为这是很顺利，谁知道陈涛竟然当场哇哇大哭起来。于是6岁的我成了幼儿园有名的渣女。我妈又因为这件事被叫到了学校。我闺女和周一峰小朋友的事情我知道，他们5岁就开始谈了，我们2家也都同意了。我妈不愧是我妈，说话一点都不含糊。林妈妈，你这算什么妈妈？孩子还这么小，你就让他们谈恋爱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我妈翻个大白眼。你们既然知道是胡闹，还叫我来做什么？我难道不知道他们就是在胡闹吗？陈涛妈妈不乐意了。既然是过家家酒，那为什么不能让我家陈涛一起玩？你们难道是排挤我家孩子？我牵着周一峰的手，安安静静地陪着他。小一峰，你放心，你就是我的男朋友，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。周一峰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陈涛很不开心，决定与我俩划清界限。我俩也决定与他划清界限。小学期间，周一峰依旧是他们班上个子最小的男生。我小学6年级已经1.6米了，算是比较高的女生，他却还1.5米几，时常被班上的男生欺负。每次去找他，他都借口要学习，不让我来。他们班的男生见到我，就会笑呵呵地吹着口哨，调侃周一峰：周一峰，你女朋友来了。每到此时，周一峰就红着脸将我拉到角落：若若，咱们在学校不要见面了，他们总是笑话我。我当即就坐不住了，大吼道：谁说的？他胡说八道，我们哪里是早恋，我们这叫青梅竹马。我声音过大，正好被路过的年级主任听到了。于是乎，我和周一峰又被叫家长了。我妈对这事已经见怪不怪，笑呵呵同刘主任解释：刘主任啊，养孩子过家家呢，这么小知道什么是早恋。刘主任满脸严肃盯着我：你家闺女可不像不懂早恋的样子。我妈连忙说道：放心，主任，我回去好好教育，以后尽量不让他们接触。周一峰妈妈也跟着附和：主任，这俩孩子就是从小玩得好，凑在一起过家家，不是什么早恋。放心，我们父母肯定好好盯着。为了学校的影响，我和周一峰被禁止在学校里互相接触。我妈郑重其事地警告我：虽然妈妈同意你和周一峰来往，但是学校里是不容许早恋的，所以你们不能在学校谈恋爱。那不在学校就能谈了吧？我的理解能力一流。谈完话，我恋恋不舍地目送周一峰回到他的班上。
一放学我就在校门口等他，出了校门，我立刻给他塞了一颗阿尔卑斯，快吃，我特地给你留的。我去拉周一峰的手，他却突然躲开了。我不满地瞪着他，竟然不让我牵手。周一峰委屈巴巴地望着我。若若，我妈今天跟我说了，恋爱要等长大了再谈，现在我们都还太小了。可是我妈说，老公要从小培养啊，如果我不看着你，你长歪了怎么办？要是你不看着我，我被别人抢走怎么办？我说的有理有据，很快说服了周一峰。你说的好像也对。周一峰认真地想了想，叹了口气，好吧，按照你的节奏来。于是我俩愉快地牵手一起回家。走了没多远，我俩就被隔壁中学的3个中学生拦住了去路。哟，这不是周一峰吗？带钱了吗？借点钱花花。3人一起朝我俩走来。周一峰连忙牵住我的手，紧张地拉我往回走，试图绕开他们。然而那3人速度更快，疾步拦住我们。我震惊地望着眼前3个人高马大的中学生，他们这是在霸凌吧？我没带钱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周一峰急急将我护在身后。没带钱，我早上可是看到你拿了一张50块。一个高个子上前，一把扯住了周一峰的校服，把我也扯了踉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瞧不远处有大人经过，大吼一声道：你们是要抢钱吗？我可要喊人了。果然有路过的大人放慢了脚步，好奇地看过来。对面3人明显心虚，嘴硬道：什么抢钱？我们只是借点钱打游戏而已，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我才不管，直接嚎叫起来：有人抢钱啊！有人抢钱啊！立时有个好心的叔叔上前询问：你们几个干嘛呢？几人见我引来了大人，不甘心地放开周一峰，一溜烟跑了。我俩向好心叔叔道了谢，加快速度往家走。他们经常欺负你吗？就上星期那个高个子跟我借了20块钱，后来没还，没想到今天又来了。周一峰紧张地牵着我的手：若若，下次再见到这几个人，咱们赶紧跑就是了，他们人多，我们不是对手。我当场不同意。那怎么行？这几个人分明是看你个子小，故意欺负你呢。要是不解决问题，他们还会来的。那若若你说怎么办？周一峰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，等我出主意。从小他就很乖地听我的话。我想了个好办法，去学拳击。等我俩学会了拳击，我看还有谁敢欺负我们。我回家拿了压岁钱，牵着周一峰就去少年宫给我俩报了拳击课。等我妈知道的时候，我俩已经上了2节课了。周一峰学得很认真，他不想被人欺负。我俩每天放学去练拳，回来以后就互相指导，拳术进步得很快。等到那几个中学生又一次找上我们，周一峰一个人单挑了对方3个，把那3个大高个揍了个鼻青脸肿。我在旁边看得很欣慰，培养老公的武力值这一步非常完美，根本用不上我。然后周一峰被3个学生家长找到了家里，你看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成什么样了，我儿子也被打了，还有那个女的，她也在场。3个大高个被自己的父母领着，鼻青脸肿的站在周家门口，指着我和周一峰怒吼。我和周一峰被2位妈妈挡在身后，忍不住想笑。若若、一峰，你们过来，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，有没有打人？我妈郑重其事地看着我，示意我说明情况。我瞥了一眼那3个猪头，神采飞扬地说：不是我们的错，是他们先仗着个子高欺负我们，我和周一峰才一起去学拳击，就是想保护自己，谁知道他们还是要欺负我们，那就不能怪我们反击了。周一峰站在一旁点头附和。若若说的都对，那你们也不能把我儿子打成这样啊。就是既然把我儿子打成了猪头，你看看这脸肿的，你们必须赔钱，医药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一样都不能少。几人继续吵闹。赔钱？你们做什么梦呢？我妈手掐腰，直接怒怼：你们儿子欺负人的时候你们不管，等打不过别人的时候倒是找上门了，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好处全被你们占了。我就是不赔，欺负弱小还打输了，怎么有脸来找麻烦？就是你们这群家伙全都不是好东西，欺负我和周一峰的时候就耀武扬威，现在打不过我们也是活该。我学着我妈的样子掐腰架势，就许你们仗着个子高欺负我们，现在我们就要仗着武力高欺负你们，你们尽管再来试试，瞧我们以后还打不打你们。周妈妈跟着加入战局，一群人最后吵进了派出所。一群高年级学生欺负人不成，最后被低年级学生打成了猪头。警察叔叔努力憋笑，表示一定会秉公办事。最后警察叔叔把3个大高个教训了一顿，给我们定了一个正当防卫，不需要赔偿。你们还要把从我这里抢走的钱还给我，20块。周一峰趁机把自己的钱要了回来。回去路上，我和周一峰手拉手唱着歌，真是一派和谐。我妈走在后面，和周妈妈唧唧歪歪：哎呀，你看你闺女把我儿子吃得死死的。周妈妈唉声叹气：我好不容易养大的好蛋儿，以后就要变成你们家的了。咱俩谁跟谁不都是一家？对对对，以后咱们孩子也是一家。2位妈妈笑得合不拢嘴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年底时周家突然要搬走了。周一峰的爷爷奶奶身体不好，城市里住不惯，非要回老家。周爸爸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回老家城市，以后也要在老家定居发展。2人决定给周一峰转校，男朋友养成计划这就夭折了，我心里十分不甘心。周一峰，你不许走，你要是走了，以后我就不理你了。我气呼呼地瞪着周一峰，一遍遍在他耳边发火：你是我的男朋友，你只能跟我在一起。周一峰委屈巴巴地看着我：对不起，若若，可是爸爸妈妈他们都要走，我只能跟他们回去。若若，我答应你，等放假的时候就来看你，到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分开就是分开呀，谁知道下次见面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已经成了别人的男朋友？我回到家，心情十分郁闷，难过的把自己埋在被子里。我妈见我心情不好，难得主动安慰我：不就是周家小子走了吗？大不了咱再找一个帅哥谈1年，10个帅哥谈10年，这个走了，下一个更乖。我震惊地看着我妈：可是你之前明明说老公要从小培养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养这么大，他现在那么乖，那么听我的话。我妈无所谓道：再培养一个也不迟，你们班不是还有好多男生喜欢你吗？周一峰走了，你就继续养下一个。不要，他们都没有周一峰好看，我就要周一峰。我气得不想搭理我妈。虽然我很舍不得，但是没过多久，周家就真的要走了。这些日子，我因为和周一峰赌气，都没来得及同他好好告别。他来找过我几次，我都故意不搭理他。没想到这么快，真的要分开了。离别时，我妈带我一起去送他们。周一峰见到我，很高兴地冲到我面前：若若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。周一峰委屈地望着我，眼泪汪汪道：
若若，你要等我，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在一起，但是以后我们可以考同一个大学，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我心里憋闷，还是点了点头。纵使有千般不舍，也改变不了分离的局面。我借着身高优势摸了摸周一峰的头，老气横秋嘱咐道：以后我不在你身边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一定要还手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欺负你，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。周一峰哭着抱住我，若若，我会想你的，会给你打电话的。若若，你别不要我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的。若若，你等我，我放假就回来找你。若若，若若，我不要离开若若。我没哭，周一峰哭得稀里哗啦，被周爸周妈强行拉走。大约是我的泪点比较高，一直到周家的车子消失了，我才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我妈在旁边看着我，看够了才带我回家，仿佛我根本不是她的亲闺女。分开后，我每天都要跟周一峰通视频，一面嘱咐他好好照顾自己，一面监督他不许因为我不在就和别的女生不清不楚。周一峰每天都乖乖巧巧地坐在镜头前，老实听训。哪天要是我忘了跟他视频，他还会缠着我问是不是不想要他了，是不是又在培养别的男朋友了。然而许是不能在一起玩的缘故，后来每次电话都是匆匆忙忙，不是他要写作业，就是我要去上辅导班。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一起上学放学，一起去学拳击，一起去公园里摸小猫，就连约定好的联系时间都会因为各自的忙碌一改再改。陈涛听说周一峰走后，又开始在我面前晃悠。他现在人高马大，敦厚壮实。若若，周一峰走了，我给你当男朋友。他真的贼心不死。陈涛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行为叫什么？我无语地瞥他一眼。叫男小三？你看的电视剧里面没教你吗？当小三是不道德的。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可以当小四小五。陈涛一脸认真回答。我震惊地瞪着他，难以置信。陈涛见我在听，挥着拳头继续道：再说了，就周一峰那个小个子，我现在一个能打他3个。我尴尬地翻白眼。知道你高大壮，但我是个颜控，我喜欢好看的。你，林若若，你不能以貌取人。我就喜欢以貌取人。找男朋友不找好看的，难道找丑的呀？我说的理直气壮。陈涛气呼呼地跑了。我在他身后无语感叹，受欢迎真不是我的错呀。偶尔陈涛还会跑来找我问话，我被问烦了，直接赏他一个大逼斗。拳击可不是白学的。暑假时我在家无聊，闹着要去见周一峰，我妈没办法带我来周一峰的老家旅游。到了我才知道，原来周一峰家在本地是有名有姓的大户，本地好几个有名的酒店度假村就是他家的。周一峰得知消息非常高兴，一早就跟周爸周妈到车站接我们。若若一见面他就欢快地冲上来抱我，宛若小狗一般低头拱我的脑袋。周一峰，你怎么突然长这么高了？我被他抱起来，整个吓了一跳。一段时间不见，周一峰突然比我高了大半个头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小巧玲珑要我保护的小可爱了。周一峰放下我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我怕再不长个你就不要我了，所以我每天都去打篮球，今年一下子蹿高了好多。我伸手比划比划，他现在至少比我高15公分，从精致可爱的白瓷娃娃长成了又高又帅的男高，真是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。若若喜欢吗？他睁着一双清澈无辜的眼睛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喜欢啊，你现在长高了，终于不需要我保护你了，那以后换我保护你了。我心跳陡然漏跳了一拍，男朋友养成很成功吗？他终于可以保护我了。周一峰拉着我去看他家的狗，一只半人高的大德牧，离得老远都十分吓人。不怕，它是退役军犬，不咬人的，非常听话。周一峰牵着威风凛凛的军犬，我牵着周一峰，狗子果然很听话，绕着我转了一圈，就把我圈成了自己人。一出门，狗子撒欢地跑了出去，我俩就开始在后面追狗。说好听的是在遛狗，说不好听的其实是在被狗遛，根本都追不上。我俩跑得快，狗子跑得更快，我俩不跑了，狗子就停在远处看着我们，真像工作中的牧羊犬。奔跑中，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周一峰连忙过来扶起我，确认我有没有摔伤。我揉了揉腿，周一峰忽然震惊地指着我的裙子，着急道：若若，你裙子上有血。我吓一跳，回头看去，白裙子后面果然有一块很明显的血迹，还很新鲜。摔出血了，没道理呀。周一峰比我还怕，喊了一声狗子，蹲下身一把将我背了起来。我没事的，周一峰。我趴在周一峰背上，感受到他强劲有力的肌肉。篮球还真没白打，身体健康壮实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需要我保护的白瓷娃娃了。都出血了，怎么会没事呢？肯定是摔出内伤了。周一峰脚步飞快，背着我一路往回跑。狗子疾风般从我俩身边飞驰过去，在前头开路。我趴在周一峰耳边说了多次没事，可他就是不信。10分钟的路程，周一峰背着我5分钟就奔了回来。刚到家，他就第一时间冲去喊大人：妈，林姨，若若摔坏了，你们快来送她去医院。瞧他着急的模样，我妈连忙冲出门来看我，哪受伤了呀？我感觉没什么事，就是裙子上有血。我妈将我整个人转了一圈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回头给了周妈妈一个无语的眼神。林姨，快点送若若去医院啊，她肯定是摔出内伤了。周一峰还在旁边催促送我去医院，我自己真没感觉有什么事，很奇怪，血是从哪来的？周一峰，你给我过来！周妈妈一把拧住儿子的耳朵，直接将人拖走。我被我妈拉进了洗手间，被认真递上一堂生理课。原来我只是来例假了，这是每个女生都会来的，真是闹了个大乌龙，都怪学校不给我们好好上生理课。隔天，周一峰带我去镇上赶集会，据说这是每月都有的活动，集会时会有4面8方的小摊小贩来到这里赶集，到时候会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。我爱吃又爱玩，高高兴兴就跟他去了。集会上的确有不少好吃好玩的，我玩得不亦乐乎。就是吃东西的时候，周一峰一直在旁边监督我，一会不让我吃辣，一会不许我吃冰，弄得我很不尽兴。周一峰，这也不许吃，那也不许吃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气呼呼地站在路边，扯着他的 T 恤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吃太多，舍不得钱？周一峰面上长得通红，委屈巴巴道：不是的，我带钱了，你想吃多少都没问题。就是，我不耐烦地瞪他。周一峰压低了声音，在我耳边轻语：我上网查了，女孩子来例假不能吃辛辣，不能吃冰的，不然以后身体会留下隐患的。现在虽然感觉不到什么问题，等年纪大了就会很容易生病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我妈都没有跟我说这么多，果然还是自己培养的男朋友靠谱。我失望不已，丧气起来。
那我岂不是好多东西都吃不了？周一峰马上安慰我，没事，过几天我再给你买。我俩正说着，就瞧见一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女生走了过来。咦，周一峰，你也来玩啊？她是谁呀？女生看上去乖乖巧巧，有些不怀好意的打量着我。我也有些好奇，毫不在意的与她对视。周一峰拉着我的手给我介绍，若若，她是我家附近的邻居，叫李诗雨。我大大方方上前一步，笑着自我介绍，你好，我是林若若，周一峰的女朋友。一句话震得李诗雨目瞪口呆。周一峰，你们早恋啊？说什么呢？我们幼儿园就开始谈了。我笑嘻嘻回答。李诗雨明显不相信，指着周一峰道，你们这就是早恋，这是不对的。周一峰，你之前明明告诉我你不谈恋爱的，我要去学校告诉老师。你有毛病啊，我又不是你们学校的。我切了一声，拉着周一峰就走，懒得理这人。出了集会，我立刻站在路边开始教育周一峰。周一峰，我告诉你呀，像这种动不动就在别人背后打小报告的，咱不能搭理，这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。他小的时候就能在背后打人小报告，长大了以后还不知道能做出什么背叛朋友的事情。交朋友也得找诚实可靠的，不能找这种卑鄙小人。你可得给我记住了，以后离这种人远远的。我口干舌燥，手一伸，周一峰立刻从背包里给我拿水。若若，我都听你的，他就是附近的邻居，我跟他真的没有任何别的关系。周一峰睁着一双无辜又可爱的眼睛看我，看得我脾气很快消了下去。你会不会觉得我管你管得太多了？我喝了口水，他自己言辞太过激烈，语气温和下来。当然不会，若若你从小就对我好，我心里明白你是最好的。分别时，周一峰又哭了。明明已经是个帅气男高，哭起来还像个被人欺负的小破孩。别哭了，我只是回家了，又不是不要你了。我安抚地抱着他，抚摸着他的头。我都没哭，他怎么还哭上了？若若，你要等我，我肯定跟你考一个大学，到时候谁都不能再把我们分开。好好好，我们考一个大学。6年后，我和周一峰终于在各自的努力中来到了同所大学。刚入学，周一峰就被人挂到了表白墙。新生报到处遇到的大帅哥，谁有他的联系方式？真心求认识。帖子后面附了一张偷拍周一峰的照片，别说，拍得挺帅的。照片里，周一峰正低头在看指示牌，眉眼清俊，身材挺拔，手臂能看出薄肌，明显是经常锻炼的身材。再加上那张干净清俊的脸，的确挺招人的。只不过当时他的旁边明明还站着我，偷拍的照片故意将我裁掉了，只留下一个周一峰的帅气侧颜。等我看到的时候，表字墙下面已经全都是求周一峰联系方式的了。短短几天，他已经喜提了新进校草的称呼，无数女生在楼下询问帅哥是哪个系哪个宿舍的，甚至有人大言不惭，表示要趁着新生刚入学，赶紧将帅哥拿下。哎呀，周一峰，你现在非常受欢迎吗？我将学校论坛的截图发给周一峰，周一峰很快回复我。若若，我不认识这人，你放心，女生找我要联系方式我都不给。晚间，我顶着素颜去周一峰宿舍楼下找他一起吃晚饭，正好瞧见一群人围在一起，在摆一个新型的蜡烛阵，这是要告白啊！我连忙发消息给周一峰，让他赶紧来看热闹。周一峰来得很快，一下楼就引起了人群阵阵喧哗。不等我上前，他就被一群人簇拥着，直接成了人群的中心。我怔了怔，陡然明白过来，这是有人要给周一峰表白啊！当着我的面给我培养了这么多年的男朋友告白，这我能忍？我费劲的挤进人群，硬生生将自己挤到前排。人群中间，周一峰正探头四处张望。还不等他在人群中找到我，就见一个穿着白裙、身材高挑的女生走到他面前。女生长发过肩，娇俏可人，手中捧着一束红玫瑰，满脸害羞地走到周一峰面前。我认得这女生，最近校园论坛上很火的美女顾璇，听说是个富二代。周一峰同学，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你，你能做我男朋友吗？周一峰整个人都显得有点呆，怔愣地望着眼前的女生。那个，我……不等周一峰回答，周围就有无数的声音盖过了他的声音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看热闹的同学都在起哄，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女生公开向男生告白的情况，纷纷跟着起哄，声浪一浪高过一浪。顾璇带来的几个好友更是站在女生身后，卖力的呼喊，为自己的姐妹助威。周一峰满脸通红，眼神不断飘来飘去，终于与人群中的我对上视线。他见到我，立刻像是见到了救星，顾不得眼前的顾璇，急忙上前，一把将我从人群中拽出来，同他一起站在女生面前。周一峰拉着我的手，低头站在我身后，低低在我耳边说话：“若若，我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你千万别误会。”他又看向捧着花的女生，着急说道：“对不起啊，同学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”这一下，人群的起哄声逐渐停止，纷纷闭嘴看戏。你有女朋友？不是才刚刚入学吗？你就有女朋友了？你没必要故意拉人出来挡枪。顾璇不是很相信，一双眼睛疑惑地上下打量我。我冲顾璇嫣然一笑：“抱歉啊，这位同学，我知道我们家周一峰又高又帅，很受欢迎，但是啊，他的确是早就有女朋友了，我跟他已经10几年了。10几年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。”顾璇显然没料到自己精心准备，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果，满脸都写着不甘心。我无语解释，笑道：“所以说啊，帅哥要提前预定，我就是这么干的。他小时候我就看出来他长得白皙可人，一定比别的男生好看，所以我打小就把人定下了。你来晚了。”我果断握紧周一峰的手，暖暖的，很安心。还是我妈有远见，男朋友就得从小培养，长大了才会听话。对不起，我6岁就名草有主了。周一峰认真说道：“若若是我从小就认定的女朋友，希望你也能找到一个喜欢你的人。”我俩离开时，还听到人群中出来窃窃私语，说什么青梅竹马最般配，可不是吗？青梅竹马就是最般配的。我和周一峰都成了校园名人，告白事件以火箭般的速度传遍了整个校园论坛，视频和照片都被贴到了论坛，就连我的素颜都被某些人审判了，走到哪里都有人盯着我们窃窃私语。审判了几轮下来，大家都觉得我和周一峰青梅竹马，挺般配的。我觉得不能浪费这一波人气，立刻在视频网站注册了账户，做起了视频博主。虽然周一峰很帅，但我长得也不赖。每次出门约会，我就在分享我的化妆、穿搭全过程，最后再拍一下周一峰出场，我俩手牵手去约会的场景。视频很快就在网络上小火了一把，网友们都说我俩超级甜，郎才女貌。
我对郎才女貌的形容不太满意，就不能是女才郎貌吗？随着账号粉丝越来越多，我接到了一些商业广告，小赚了一笔。很快，有个影视公司的校园恋爱短剧竟然找上了我们，请我和周一峰一起去拍短剧，片酬还给的不低。我们还没答应，网络上就传出了一些不好的声音，不知道是谁，竟然在网络上爆料，说我是个海后，说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吊着男生，班里的许多男生都是我的裙下之臣。宝宝，你相信这人的爆料吗？我主动询问周一峰，他轻信了这些鬼话。当然不信，我家若若才不是这种人，我最知道你了，你只喜欢我一个，这种追不到女生就在背后胡乱造谣的，我也不是没见过。周一峰反过来安慰我，若若你放心，我这就帮你查他的 IP 地址，一定给你找到始作俑者。我也不知道是谁故意在网络上黑我，但他的行为害我丢了好几个广告，短剧的邀请也泡汤了，账号粉丝一夜之间掉了好几万，甚至有许多人在评论区和私信里辱骂我不知廉耻，水性杨花。我发布了澄清视频，表示网络黑子说的事情子虚乌有，但是许多吃瓜网友都不买账，甚至有一些我以前的同学跟风跳出来，表示我小小年纪就在谈恋爱，他们都知道我当时有男朋友。我忍无可忍，花了1天时间，将自己和周一峰相识多年来的照片和一些聊天记录整理成一个 PDF 小视频，起了一个无比炸裂的标题：劲爆，著名网红情侣私下竟是这样的。标题党很有效，发出不到1个小时，我就收获了100万阅读量，账号访问量更是空前火爆。只不过进来的吃瓜群众都被喂了一嘴饱饱的狗粮，表面上是锤爆渣女海后，实际上是小情侣从小到大的恋爱日常。谣言不攻自破，我的粉丝又正向暴涨10几万。与此同时，周一峰查到了发谣言的 IP 地址，仔细一看，这好像是陈涛家。正巧学校放假，我带着周一峰直接杀去陈涛家，瞧他到底想干啥。咦，若若，你怎么想起来找我？是不是和周一峰那个小白脸分手了？分手了，我还可以当你下一个男朋友。一进门，陈涛就热情的不像话，上来要抱我。我一把推开他，直接询问陈涛，你不要油嘴滑舌，我问你，那些网络上的谣言是不是你发的？是不是你在背后黑我？陈涛懵了，愣了愣才问道，若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黑你呀？你是我女神，你什么时候分手？我都是你的备胎。我真是无语了，他是多少年了，脑子还没治好。周一峰气的一把将我们隔开，冷脸对着陈涛，我查过了，若若在网上那些黑帖全都是你家 IP 发出来的，你说不是你发的，要不到派出所去说。陈涛顿时恼了，周一峰，你不要污蔑老子，若若是我女神，我怎么可能黑自己女神？我们3人正说着，陈涛家的门却咔吧一声从外面被人打开了，一个看起来有些娇娇小小的女孩子，手里提着2大袋东西，错愕站在门口。我看向女孩，女孩也在看我，四目相对，女孩似乎吓了一跳，竟然不由自主后退一步，但很快女孩就冷静下来，冲我们挤出一个笑脸。阿涛，家里来客人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呀？我刚买的菜不知道够不够。女孩乖巧文静，仔细看，眉眼间似乎有几分像我。我脑筋一转，想起无聊时看过的诸多霸总替身文学，该死的陈涛不会找了个我的替身吧？你女朋友？我询问。陈涛嗯了一声，尴尬的抬头望着天花板，不敢来看我。上一秒还说我是他女神，下一秒女朋友就来了，是挺尴尬。周一峰挤不上前，盯着女孩直言问道，是不是你在网上黑我们家若若？女孩周身一颤，手中菜滚落一地。事实很快就弄清楚了，网络上的黑帖的确都是陈涛的女朋友干的。至于原因也非常简单，他和陈涛在一起快2年了。陈涛这个缺心眼，时常在女朋友耳边念叨我是他女神，他的白月光，还经常刷我的小视频，把自己幻想成我男朋友。他女朋友自然心里不平衡，打听了一点我的事情，就在网络上添油加醋的胡说了一通，想把我的名声搞臭，我都快无语死了。我说妹妹，你为什么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陈涛不喜欢你，你可以换个男朋友啊。我都不认识你，也没得罪过你，你这样对我，你觉得对吗？天下男人千千万，这个不行，咱就换。他把你当替身，你把他当提款机，但是你们能不能不要牵扯我？我是无辜的，好吧？我几句话吵得陈涛女朋友不敢说话，只是一脸委屈的看着我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会了。可是我离不开他，我就是想你从他的生活里消失。我会不会从他的生活里消失，取决于他，但是你要不要从他的生活里消失，取决于你，你自己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有你，陈涛，咱俩都多久没联系了？你不要再说我是你女神了，你对得起你女朋友吗？我将陈涛和他女朋友都狠狠数落了一顿，说到2人无地自容，这才拉着周一峰离开。路上，周一峰时不时的就用力握一下我的手，我疑惑的回头，你干啥呢？周一峰有些委屈的看着我，若若，我就在你这棵树上吊死好不好？你千万别不要我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不会不要你的。周一峰认真地点点头，我都听若若的。大学毕业时，我已经是网络上知名的大网红了。期间，我注册了一家传媒公司，一边接广告，一边给自己写剧本拍短剧。周一峰开始创业，和几个同学一起开发游戏，我给他们写了一个乙女游戏的脚本。周一峰一开始还不想要，说这是什么玩意，哪有养纸片人当老公的？我强硬的要求他先做一个出来看看，结果游戏一出，马上有无数的女生下载，开始纸片人老公养成。周一峰无语了，躺在床上跟我抱怨，你们女生是不是就喜欢养成系老公？我傲娇地点点头，当然啦，自己养的老公才是最乖的嘛。那要是不乖的怎么办？我低头亲他一口，销毁回炉重造。全文完。